大家好，我是饼干啊。今天的这期视频，我想要回顾一下2019年去的夏威夷欧胡岛的游记，可以当 vlog 看，也可以当攻略看啊。内容比较紧凑，不要走神哦。我们当天的飞机是早上的，天还没亮我们就到机场。夏威夷航空公司提供的飞机餐比起其他美国航空公司的好吃太多，甜点更是夏威夷网红菠萝饼干。下飞机取了行李，租了车之后，我们的第一站是 Kapiolani Coffee Shop。他们的招牌是牛尾汤，汤非常鲜，牛尾也炖得很烂。我们还点了他们家的炒饭，味道也很不错。这家店还上过阿拉西的日本综艺节目，二宫和也当时来探的就是这家店。吃饱喝足后，我们来到了 Monoa Falls Trail 散散步消消食。车我们就停在了门口的收费停车场，这里有点热带雨林的氛围。有2点要注意，一是走到深处的时候地面会很泥泞，最好穿比较容易洗的鞋子来。第2点就是蚊虫很多，怕蚊子的小伙伴一定要记得喷驱蚊水。这里的蚊子被叮一下起来的包一个叮5个大，我们就因为忘记带驱蚊水，走到半路被蚊虫给劝退了。回 Waikiki 的路上，我们在途中的 Ono Seafood 停下来吃了个下午茶。Ono Seafood 家的海鲜种类和口味选择不多，但是却是我在夏威夷吃过的最好吃的 Poke， 没有之一。喜欢 Poke 的小伙伴一定要来尝试一下。这里的停车位不多，怕停不下车的小伙伴可以把车停在旁边的 Safeway， 然后走过来。我们这次下榻的酒店是位于 Waikiki 的 Surf Jack Hotel， 酒店不大不小，算是离 Waikiki Beach 比较远的，但是走个8分钟也就到沙滩了。距离 Waikiki 中心各大逛街美食商场走路只用5分钟，整理好行李出来也差不多到晚饭的饭点了。但是我们并不着急去吃晚饭，毕竟下午才吃过 Poke。 于是我们先绕了个远路来 Kukio 路上的一个日本超市 Mitsuwa， 里面买了几个甜甜圈。这个叫 Model 的甜甜圈的牌子也是个网红，在北加州也是一圈难求。日本超市是在一个叫 International Marketplace 的大商场里的。吃完甜甜圈出来，我们顺便在商场里溜达了一圈，还买了一顶草帽。晚饭是在 Waikiki 横丁解决的。这是一个日料云集的地下美食广场，里面居酒屋、拉面、炸串、咖喱、甜品应有尽有。不过由于坐落在 Waikiki 中心，地价比较贵，所以美食的价格也略贵一点。我们去的这家店叫做田中炸串啊，非常日式。平时在美国出来吃饭都是没法喝酒的，因为要开车。但是在这里就可以一口炸串，一口啤酒吃到爽。可惜现在这里因为疫情的原因暂时关闭了。想吃炸串就得开车去另外的地方了。第2天早上要去爬钻石头火山，先来71买了个早餐，快速吃完就闪人了。因为钻石头作为离 Waikiki 最近的一个自然风光景点，每天爬山的人是络绎不绝，一旦来晚了就没地方停车了。我们运气比较好，虽然里面的停车场满了，但是退出来的时候正好隧道外面的小停车点一辆车离开了，我们顺势就停了进去。进去后里面有个游客中心，旁边还有一辆火鲁努努菠萝公司的餐车，渴了可以在里面买一整颗的菠萝，不过里面不是菠萝果肉，而是菠萝汁。爬这个钻石头山还是挺累的，而且全程都要忍受太阳的暴晒，不过上来之后的风景还是挺不错的。一边望出去水天相接，另一边望出去 Waikiki 尽收眼底，唯一要吐槽的就是人太多了。沿着原路慢腾腾的下山之后，就到了午饭时间了。我们按计划直接去了位于阿拉莫阿纳商场的喜洛基亚日料美食大广场。这里比 Waikiki 横丁的日料店规模大了不止一点点。进去之后就如其名，一条条纵横交错的走道，两边全是琳琅满目的日本小吃和大餐，整一个乌台夜市的感觉。章鱼烧、可丽饼、寿司、拉面、荞麦面、寿喜烧、定时、盖浇饭等等。就餐区还有人在一个临时搭建的小舞台上表演，哪怕不吃饭过来逛一逛都是值得的。吃完饭之后，顺便就能在阿拉莫纳这个夏威夷最大的商场逛一圈。很多奢侈品品牌在夏威夷定价都自带折扣，再加上较低的消费税，很适合购物。晚上我们预定了火鲁努努之星的游船晚餐，船上的晚餐分了4个档位，从最低的普通自助餐到最高级的由船长亲自迎接登船的7道菜肴的大餐。我们买了中间一档的套餐，除了3道菜肴之外，还有蟹腿畅吃。
吃饭的时候还会有夏威夷本地人在中间的舞台上表演节目，整个形式跟夏威夷的鲁阿乌一样，游船行驶在夏威夷的海上，吃着美食，喝着美酒，看着节目，还能看着太阳慢慢的没入海平线，十分的惬意。可惜对我这个容易晕船的人来说，还得时不时的跑到船舱外面换换空气。第3天的行程比较赶，早上要去岛东北面的海滩玩 kayak， 下午要去北面的波利尼西亚文化中心，日落之前还要赶到日落沙滩看日落。由于第1天在瀑布那里被叮了好几个大包，一直没有消退，怕玩 kayak 的时候被太阳灼伤变得更严重，就去 ABC 超市买了防水绷带，把叮肿的地方严严实实的包上了。玩 kayak 的地方是在岛东北边的开鲁瓦沙滩，租船的地方距离沙滩有一段距离，我们需要用店家给的小推车拖着 kayak 一路走到沙滩上。最难的一段还是卸了小推车在沙滩上拖的时候，吭哧吭哧的把 kayak 放到海水里的时候，已经花了不少力气了。好在作为第一次玩 kayak 的人，我给自己的目标就是登上离海滩10几分钟划船距离的 Popoya 小岛就行了。这个小岛基本是在浅滩范围内的，不会有什么危险性，而老手们则可以尝试去登陆更远的一个要划1个多小时的岛上。Popoya 小岛是个鸟类保护区，登上小岛之后只能在岛的外围一圈走一走，至于岛的中间则是鸟类的活动区域，游客是不允许进去的。整个小岛非常小，一眼就望到边了，所以也不需要进到里面去。kayak 回来之后，在附近的开鲁瓦小镇上吃了个美味的 poke， 然后我们就驱车前往靠北面的波利尼西亚文化中心了。一路上基本上都是沿着海岸开车，能经常看到路边的沙滩和大海，比加州的1号公路还要好看。这个文化中心说白了，其实就是个占地42英亩的大型主题公园，里面有各式各样的活动和表演，用极为生动的方式向游客展现了波利尼西亚人的风俗文化，以及各支部落族群的不同之处。如果是第一次来的话，一定要预定一个带导游的套餐，否则进去后别说会错过各个有意思的表演了，你根本连路都找不着。而且他们有会说各种语言的导游，我们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台湾的导游带着玩的。套餐一般还会包含晚上的撸啊舞以及晚餐后的一场盛大的舞台剧表演，十分值得一看。顺带说，这个文化中心有70%的工作人员都是夏威夷本地的大学生，在里面勤工俭学。我们简单的逛完了文化中心之后，就出发前往日落海滩了。毕竟要在日落之前到达，时间还是有点赶的。海滩附近有一家卖阿塞包的路边小店，小店的名字非常有意思，因为马路的对面就是日落海滩，所以这个小店的名字叫日出小窝。可以在小店里买一份2人份的阿塞，坐在沙滩上细细品味，观赏日落。第4天开始，我们的行程就比较放松了。早上慢悠悠的起床吃饭，然后在 Waikiki 逛了逛街。吃过午饭之后，我们才出发去 Dole 菠萝园。菠萝园一共有3个玩法，其中最显眼的，从 Google 地图上都能直接看到的就是这个菠萝迷宫了，尤其是中间那个大菠萝形状的灌木丛。菠萝迷宫的玩法有点像寻宝游戏，你需要在迷宫里找到8个隐藏地点，并且盖章。由于天气比较热，又有烈日当头暴晒，所以我们没有等到找齐8个地点就放弃了。感觉这个迷宫更适合有小孩子的家庭来一起玩。最有意思的玩法应该就是菠萝园小火车了，跟普通公园里的小火车上来几分钟就结束不同。这个火车会带你穿越整个菠萝园种植区，然后返回，全程一共要20几分钟。而且火车上会有实时解说，向我们讲解路过的各种地区以及一些小知识。小火车下来就是第3个玩法了，说白了就是一片小公园，具体玩了什么我也不记得了。全部玩一遍之后，可以去游客中心买点菠萝主题的纪念品和零食。当然，如果饿了，里面也是有个较大的餐厅的。之后的一天，我们去玩了一下水上摩托为了避免人太多玩不尽兴，我们特意找了一个小一点的地方。这家店叫 Aloha Jet Ski Hawaii，需要开车来到一个犄角旮旯的沙滩边上，坐他们的小船出海。虽然预定还得打电话，不像很多其他店可以直接网上预约，但是整体的体验非常棒我们那一批算上我们总共就4个人，从头到尾都在飞驰玩得十分尽兴。缺点是他们不让顾客自带 GoPro， 不过他们会帮忙用单反相机长焦镜头拍照片结束了可以跟他们购买照片。我们还去吃了 Heavenly 的早午餐，
当时感觉还是很不错的。店里面的布置非常温馨舒适，料理也十分精致美味。唯一的缺点就是吃不饱啊，换句话说就是贵啊。去年去他们家的时候发现还涨价了，基本就没什么性价比了，因此之后应该也不太会去了。我们还吃了另一家在夏威夷当地口碑比较好的 Poke 料理店，名叫 Maguro Brothers。他们当时刚好在 Waikiki 开了一家新分店，就在那个 Marketplace 出来正对着的那条街上。店里没有座位，我们是买了之后在商场里的美食广场吃的，味道说实话一般般，在我心中远没有 Ono Seafood 好吃，见仁见智吧。不过这家胜在近，就在 Waikiki 直接走路就能到，因此每天开门前就会有一条长队。再加上他们家出餐速度贼慢，所以要吃的话得做好持久战的准备。有 Maguro Brothers 的存在，反而更凸显出 Ono Seafood 的珍贵。于是，在离开那天早上，我们还开车去 Ono Seafood 外带了2份 Poke， 在机场当午饭吃。本期的夏威夷 Vlog 就到这里了。到目前为止，我一共去过5次夏威夷，在欧胡岛也算是一个小内行了。这是我第3次去的时候拍的 Vlog， 之后会把其他几次的游记也慢慢分享出来，给大家参考。要是大家对夏威夷旅游有什么想问的，可以在下面留言问我，我会知无不答。好了，那今天就先到这里了，大家拜拜。